40%民众支持出兵台海，澳担忧遭解放军清算，求美军军事庇护。美国给出什么答案？由于澳大利亚近年的反华政策，加上澳政客妄言，彻底把澳大利亚民众忽悠瘸了，竟有40%民众支持出兵台海。美前高官提醒解放军正准备打仗，澳大利亚求美军庇护，得到什么下场呢？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称，根据新的民调，调查对象中有 36% 的人认为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开战，只有 24% 的人认为不可能开战。在被问到澳大利亚人对台海局势看法时，其中 13% 认为大陆很快攻台， 36% 认为大陆未来某个时间攻台。此外 38% 的人认为澳军应该驻台抵抗大陆攻击。澳大利亚研究所称，这个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或是因为澳政客的战鼓言论导致。前段时间，澳国防部长达顿表示不应轻视中国攻台的可能性。随后，澳内政部秘书长佩祖洛甚至渲染战鼓响起，澳大利亚必须做好准备，派兵前去战斗。而这些言论引起了民众的恐惧和不安。由于澳大利亚不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中澳关系越发恶化，而这种反华言论颇有市场，而澳政客对中国肆无忌惮，代价都要由澳大利亚民众来买单。政客是他们选出来的，甚至40%民众认为要派兵驻台。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无辜，而澳大利亚也并不是无所畏惧。前不久，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迪布指出，中国官媒曾表示，如果澳洲支援美国驻台，大陆将对澳洲实施报复性惩罚，包括对澳本土军事设施等关键设施进行远程打击。迪布认为，澳大利亚难以还击，所以美国必须向中国宣示，一旦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澳洲被袭击，美国就会立即对中国领土反击。对于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言论，美国给了个答案。近日，美国空军前上校冈辛格尔表示，如今美国缺乏足够能力，同时应对单一侵略者，保卫美国本土，并阻止其他国家对美国发动核攻击。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在敏感地区快速出手，美国并不能迅速做出压倒性反应。言外之意，美国自身都难保，哪来的空保护澳大利亚呢？自求多福吧。然而，澳大利亚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继续挑衅中国，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将一国安全置于美国承诺之下，终究自食恶果。近日，我国外交部也表示，别人当枪使就该得到应得的下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美军纠集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妄图组建军事同盟，阻挠我国复兴统一之路。尤其是岛内分裂势力故意踩上红线，试探我军最后动手底线，进一步加速了台海问题的紧迫性。最近就有消息显示，我国动手信号已经强烈。作为我国部署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几个集团军，外界普遍将其认为是未来对台主力部队。而这几支集团军近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比如快速夺控城镇、渡海登陆、渗透斩首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强烈地反映出我国目前对于台海的态度。而就在7月9号，我国官方更是做出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大动作，公开直播我军第73军的渡海登陆作战演习。据央视的相关报道显示，放出的视频画面来自于我军第73军麾下某两栖装甲部队在近期举行的水上训练，而直播的主角还是我军现役的最新两栖战车 ZBD-05 两栖步兵战车。在报道中，官方还为这支部队下了一个定义，为后续登陆部队提供安全登陆环境，在登陆作战的战术中担任踹门的角色。实际上，从目前网上可以查出的相关资料来看， ZBD-05 最早亮相是在2009年的国庆上，整体设计上突出海上行驶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车前部的防浪板采用加强芯，具有液压拉伸调节功能，随时根据实时海上环境进行调整倾斜角度，便于战车在海面的机动性。而且该车型也自带了我军传统特色火力不足恐惧症，搭载105毫米口径的火炮，在水面行驶时就可以开火。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还在车体两翼设计了可以自由开合的侧裙板，提高与海面的接触面积，增加稳定性和安全性，防止开火引起的后坐力影响车辆平衡。有观察师指出，自7月1号以来，我国对于统一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套用网上的话来说，他想要体面就给他体面，他不想体面就帮他体面。我国相关海军权威杂志还专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名为对台火力打击演示的视频。另外还有一个相当强烈的信号，就是在7月3号，我国国台办罕见的就台湾当局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点名，公开宣布台当局犯下17大罪状，其中施政无能、对外造谣、制造两岸对立等罪名更是引发外界关注。这种行为按照我国古代传统，已经算得上是动手前放出的檄文，达到所谓的名正言顺、顺应民心天道。而如今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先是国台办公布台当局的17大罪状，后又是官方罕见的直播登陆作战演习，我国统一的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而且就国际形势来说，外部势力妄图插手台海的迹象已经越发明显。这种情况下，我国统一问题绝不能继续一拖再拖。
印外长向俄高调状，声称中国挑衅在先。然而，这次俄罗斯外长的态度并不寻常。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印度外长已于本月9日赴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即将召开的印俄会议、印俄两国安全防务合作以及其他伊核协议、阿富汗局势等国际事态发展。除此之外，印度在此次会谈中又把中国给拉上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中印关系在过去40年非常稳定，中国成为第2大贸易伙伴，但这一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国没有遵守中印签署的边境协定，印度只是被迫做出反击，是中国破坏协议在先。就苏杰生的相关表态而言，总体上较为无耻，言语中颠倒是非，将中印之间的问题直接无脑推给了中国，这显然不是事实。毫无疑问，印外长向俄高调状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中印之间的摩擦，而是为了促进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试图让俄外长在潜意识里认为中国并不可靠，同时希望俄罗斯能在其中做出一些调解，迫使中国让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孰是孰非，其实早已明了。事实就在那里，中印之间之所以会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主要就是印度主动挑衅。所以当下苏杰生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虽然在边境屯兵了20万，然而那只是幌子，知道打不赢，所以跑到俄国告状去了，想要寻求大人的帮助，但这一点价值都没有。毕竟连美国爸爸都无法直接干预的事情，俄罗斯怎么可能会因此来交给中国？不过这种行为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次告状至少能够让印度达成其3个目的：其一是主动争取对俄罗斯做出解释，希望在未来的关系中，俄罗斯能做到不要偏袒中国；其二，希望中印之间的摩擦就此结束，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不过主动求停的话，必然会损失一些利益，这时候请俄罗斯居中调停是一种性价比最高的行为。其三，以委婉方式的向俄罗斯说明，虽然印度同美国之间关系很好，但与俄罗斯的关系更好。然而在面对苏杰生的告状时，这次俄罗斯外长的态度不寻常。拉夫罗夫在听完发言后，并没有正面答复苏杰生，而是批评起了印度在印太策略上和俄罗斯的分歧。显然，印度这段时间同西方联系紧密的行为，让俄开始不满了。要知道，在以往，俄都会将印度的诉求先答应下来，然后再糊弄过去。但这次拉夫罗夫连糊弄都懒得糊弄了。美军侦测船绕西沙一整月，航行出诡异航线。智库披露其真实目的，为此金灿荣发出了开火警告。在台海问题逐渐升温之前，美国遏华战略一直是以南海为中心的。每隔一段时间，美国都会在南海制造风浪，要么派出航母，要么进行多国联合演习。目前美国似乎也意识到其过去的行为作用有限，开始悄悄改变战略。于是乎，美国派出了侦测船，悄悄地进入到了南海。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的消息称，美国人在最近1个月里边加强了海军侦测船在南海的行动强度。从6月8号进入南海以来，美国海军胜利号海洋侦测船已经在西沙群岛附近逗留了超过1个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据了解，在今年4、5月份的时候，胜利号海洋侦测船还在中沙群岛南部和东北方的南海海域和一艘名为忠诚号的海洋侦测船进行密集作业。而胜利号和忠诚号同属于胜利级海洋侦测船，该型海洋侦测船主要搭载低频主动声纳系统和拖曳式声纳，可以说是搜集潜艇相关资料的利器。因此我们也不难猜测胜利号赖在西沙群岛整整1个月，并且还航行出诡异航线的目的是什么。从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公布的信息来看，侦测船多次绕过西沙群岛外围，还在一些海域多次折返。如果是仅仅是为了挑衅中国的话，那大可不必连续的在一个地区活动。对此，南海感知披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该智库认为，美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我军潜艇的详细活动数据以及当地的水文情况。实际上，无论是美军的侦察机还是监测船，这些年来都没有少来西沙群岛以及海南岛和巴士海峡之间的三角海活动。自从潜水艇被研发出来后，反潜作战和水下作战就是海军作战项目中最复杂的项目之一。不但要积累大量的海洋水文资料，还要收集敌方潜艇在不同海域水文下能发挥出的作战实力。所以在某些方面，胜利号甚至比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更危险。航母看似威风，但在我国航母杀手的威慑下，其停留在南海的时间极其有限。过往的美航母又或者是美战舰一旦接触我国岛屿，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抵近驱离。然而这驱离对美军来说显然是无关痛痒的。为此，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发出开火警告。他认为，在面对步步紧逼的美军时，只有开火才能让美国消停。